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朋友，他经常对身边人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哎，你有病吗？”哎，为什么？掌声欢迎几鹏！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内蒙的三甲中医院的中医。真是中医啊，别问了啊，中医治不了脱发，别问了。有的也能治啊，当大夫压力特别大，是吧？你看我为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你看我还不明白吗？对吧？你说我一个90后，但怎么这是排练过是怎么？怎么了？90年的，行吧？哎，没有人冒充90年的，那不像90后，也不是我的责任，对吧？你说我长得胖，那是我专门吃成这样的吗？不是，从小就胖。第一次看见镜子，里面就有一个胖子。我减肥难是因为我这个基因啊，和那些从小就瘦的人不一样。真我发现了，我跟那些从小就瘦的人没法交流。啊，我有一个朋友，哎呦，从小就瘦，哎呀，那瘦的呀，怎么形容呢？就是那贵宾站起来了，对，也留一个那个咸鱼那样那个贵宾头。对，我就是嫉妒，行吧？啊，他说话有时候我跟他没法交流。哇，前两天中午碰着他了，就随口打个招呼，我就哟，这不斌哥吗？啊，中午吃什么了？中午吃了吗？他说那话我都听不懂。啊，中午啊，我没吃，我忘了，这是人话吗？他吃饭能忘？这不有个闹钟呢吗？这是。我这辈子就没因为任何一件事儿耽误过任何一顿饭。吃饭就是我的正事儿，就连初恋跟我分手那天。哎呀，我就感觉天都塌了，我人都碎了，我瘫那儿就不能动了，我一直躺着，一直躺着，一直躺着，到中午12点自己就起来了。当时脑里头就一个想法，哎呀，赶紧让我死吧，哎呀，但绝不是饿死。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啊，要不你瘦呢？一顿不吃能忘了是吧？我这不行，我这记性太好，一顿不吃都不行，吃点就胖，多烦人。他下一句话更可恨。啊，你想瘦啊？那还不简单吗？你每顿吃7分饱不就行了？这就更不是人话了。什么叫7分饱啊？那叫3分饿呀！我还饿着呢。我就不明白这个7分饱是哪儿来的？那几分饱，难道不应该从饱的那一瞬间开始算吗？饱就是饱，饿就是饿，对吧？你比方说我活了36岁，你跑过来跟我说，你这叫活了7分死，讲理不讲理了是吧？所以当时我也质问他呀，我说我怎么7分饱？我坐秤上吃，我7分饱，我平时吃24分饱啊。他说他让我吃减脂餐，说人家配好了，吃完正好7分饱。我就买了一份还减脂餐，我打开一看就明白了，绝对减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太开胃了。朋友们，的减脂餐就是3个凉菜拼的，啊，大拌菜、鸡胸肉、荞麦面、油醋汁，酸酸甜甜那么一拌，那吃完哪是7分饱啊？那10分的饿。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内蒙吃完这3样就必须要上肘子了。一份减脂餐吃进去，我这身体马上就调整到迎接肘子的状态了。好家伙，这减脂餐主菜就是一沙拉，朋友们，那沙拉真的是人类的食物吗？那沙拉会不会是有毒啊？为什么我每次吃完沙拉肚子是鼓的，心是空的？我把我这辈子委屈事儿都想起来了。吃完我这减脂餐赶紧睡觉是吧？睡着不就不饿了吗？我趁那菜叶子在里头还有点支撑性，我赶紧睡觉。哎呀，睡到后半夜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里啊有一只手在找肘子啊，我就感觉我的胃在拽我的食道，肘子呢？我都做噩梦啊，就一只手顺着食道往上爬呀，肘子。我惊醒啊，起来赶紧外卖一碗猪脚饭啊，夸夸一吃，第2天长4斤啊，好减脂餐啊！
天啊，七分饱啊，减脂餐。朋友们，你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一只手在肚子里找肘子的感觉啊，你轻易不要过来跟我说怎么减肥。我跟你说，网上那些减肥小妙招啊，都是那些从小就瘦的人编出来的。我能看出来，那说的都是胡话。我研究好长时间减肥了，人就这么告诉我，直眉瞪眼告诉我，减肥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饥饿感入睡。我为什么睡不着，你不知道吗？我不是让饿醒的吗？你让我带我就带呀，带着饥饿感入睡，你怎么不让我带着金牌直接晋级呢？他们我就感觉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我对食物的感受，真的，我真发现了。前两天微博上看一热搜，哎呀，那热搜说我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种想法，我真的理解不了。他居然说什么？他说可乐只有第一口最好喝。他说3块一罐可乐，第一口能值2.5块，我就不明白了，那可乐哪口不好喝呀？我咋觉得每一口都那么好喝呢？而且我一般喝可乐也就用2口。3块可乐，呱，就剩这么多了。那我确实第一口2.5块。但是你容量限制了我的发挥啊！你要给我8升可乐，我口2.5块。谢谢大家，我是季鹏。谢谢季鹏。投票倒计时3、2、1，请坐票。我看这段美食脱口秀还是减脂脱口秀，给博哥逗得嘎嘎的啊！我觉得他是我的嘴替，你知道吗？一模一样，我天哪！一开始他说他是中医，我以为这大哥要上来讲讲什么养生啊，讲什么东西。对啊，大哥确实是看起来，大哥，哎呦呵，哎呀哈，看起来像啊，小黄不是，哎，好嘞，哎呀，太有感触了，你知道，我曾经公司给我配了一个营养师啊，这是一个给你训练，另外一个就控制你的饮食。我正好在成都拍戏呢，哎呦，那多遭罪呀！成都啊。天天吃减脂餐呢，反正后来那个结果就是他辞职了，人家多少天说怕职业生涯上有污点，人家就辞职了。但很难得的是，鲁豫老师也频频点头，您应该没有任何共鸣才对。你看这个就很神奇嘛，作为一个瘦子，在一个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发言的领域里面，居然感受到深深的共鸣，这难道不是喜剧的神奇之处吗？对呀，就是我全程引起深深的共鸣。就他说那个在肚子里面找肘子的那个感觉，虽然我没找过吧，但是他怎么就能通过他的描述让你深深有了那种共情？所以说你胃里边生出过那只手来过吗？小时候应该有过，我觉得小时候应该有过。大林应该咱都有过哈。太有过了，我比您小6岁啊，我30。但是您这个应用场景是在哪？您为什么打算减肥呢？减了吗？没减，是瘦一点的中医显得更医术更高一点，是吗？仙风道骨一些，是吧？就是从科学上来说，还是应该瘦嘛。哦，哎，对，这我现在老听说有那种中医减肥，这是一什么原理啊？中医减肥主要是忌口啊。扎针、拔罐、抹油、忌口。中药何尝不是一种沙拉呢？哎，我觉得7分饱很妙，就是我们从小都在听说你要吃7分饱，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解读方式啊。就是你把它拆解的这么有意思，是3分饿，就是很怪的一种。尤其是你是一个中医，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更让我们觉得是一种荒诞的感觉。为什么呢？有反差，有反差，对，就是你嘴里应该说的是，比如说你就应该吃7分饱之类的，但是你是反过来的，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反差好奇怪，好好笑，好有意思。应该吃7分饱，我是做不到。但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那个7分饱跟饱没有关系，你知道吧？这个在你们听起来是个梗，在我听起来是个真理。
真的就是7分，它就是没饱啊，它跟饱有什么关系？那7分饱不叫饱，那3分饿那是真饿呀。对对对对对，那7分饱能叫饱吗？那我这7分发怎么？好，有没有人会挑战几鹏呢？我们请看大屏幕。加油，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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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 2位朋友发起了挑战，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去年就来到了舞台上，散发出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一种天生臭脸的风格，但也成功的杀到了很多观众。我们掌声有请李卓妍。巴黎时装周走呢。嗨，大家好，我是李卓妍，2的朋友李卓妍，我是嗨。大家好，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学会笑了？赚到钱了吗？因为没有啦，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小女孩，直到3年级的时候被送进了一所体育学校。当然，之所以能进体校，肯定是因为有天赋嘛。我从小学习超差。2年级有一次语文测验只考了30多分，什么概念呢？我是在广州念书的，我同班的黑人同学都及格了，成绩贴出来，黑哥们笑了，我恼羞成怒，指着他说：“我说你其实就是广州人晒黑了而已吧。”杰克逊，老师让我虚心一点，向杰克逊讨教一下语文该怎么学。杰克逊就说：“哎，学的一般啦，是老师教的好。”哇，更讨厌了。他不仅会语文，他还会来事儿。所以为了上一所不至于太差的中学嘛，我只能当一个体育特长生了。因此我进的体校不是那种什么冠军的摇篮，我去的体校是那种，哎，你实在不行就送他去体校吧的那种体校，是为了弥补小学生上不了技校的遗憾而存在。我的项目是乒乓球嘛，其实当时田径队跟乒乓球队都愿意收留我，我果断抛弃田径，因为我不想再跟黑人竞争了。但加入乒乓球队之后，我妈对我的期待一下子拉得很高。我觉得有期待是正常的，但太高了，像找茬了已经。她不拿我跟邻居家的孩子比，但她拿我跟邓亚萍比。邓亚萍，奥运冠军，我觉得我妈也太忘本了吧。我说，哎妈，咱来这儿不是为了小升初吗？冲刺奥运的吗？现在要。每次我妈看到邓亚萍的代言广告，都会指着说，她说你看看人家啊，你看看你。我觉得一些家长在恨铁不成钢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生不生得出一块铁吧。就当时看到那些代言广告的时候，我还蛮生气的。我想，怎么印的全是邓亚萍啊？就不能印邓亚萍他爸妈吗？你们知道吗？邓亚萍他爸妈也打乒乓球，而且打得相当不错，能称得上是小邓亚萍了。他爸妈。我妈呢，混的都没有我现在好，都称不上是个大李卓妍。我觉得大李卓妍听上去很像是一个地方旅游大使，有发现吗？李唐丁真，大李卓妍，刘洋教主，幽默。我没有乒乓球天赋，我没有乒乓球天赋。其实我当时就该选田径，因为我唯一练出来的体育技能是逃跑。我妈会去看我打比赛嘛，然后为了她激励我，比赛之前会跟我谈条件。她说，如果你一会儿赢不了的话，就别喊我妈。所以只要每次输了，回家路上我阿姨就会一直骂我。但因为她不懂乒乓球啊，骂不出花样来的，来来去去就只有一句：你怎么打的？你怎么打的？有一次持续的太久了，我觉得已经不像是在骂我，像在真诚发问。
你怎么打的啊？怎么打的呀？你刚刚，说你是怎么打的？我本来输球已经很烦了，我忍不住顶嘴，我说干嘛？你想学吗？于是我怎么打的不重要了，他怎么打我知道了。他完全进入了狂暴阶段，变身为了一条衔尾蛇。你们知道什么是衔尾蛇吗？就是那种会叼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形成一个环的那种蛇。我妈化身为衔尾蛇的一个表现，就是她会开始说一些始于自己又回到自己身上的脏话。她开始用一些带妈的词儿来骂我。就是他在骂我的时候，完全抛弃了自己身为母亲的身份。他好先锋啊！早早就明白，他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我老母。他当时真的边打边骂，难以招架。他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当时在大街上捂着耳朵撒腿就跑，我相信，只要我够快。我妈跟我老母都追不上我。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的，挺难的，一点都不简单。就是我不需要双臂的摆动，居然能跑得又快又稳。我打什么乒乓球啊？我把手一剁去残运会跑去啊！我应该。其实我现在长大之后，还做了很多让我妈失望的事情。比如她其实不喜欢我讲脱口秀，但是去年我上节目之后，她就开始疯狂炫耀。他发过一条朋友圈，他说：“我从没想过，居然能拥有这么优秀的女儿。”哇，他好灵活啊！他骂我的时候，他是他自己；夸我了，又成了我母亲。然后直到第2轮，我不是跟那个翟佳宁打 PK 淘汰了吗？然后他就问我：“你怎么打的？你怎么打？”烦死了，又拿我跟冠军比。然后今年不是也参加节目嘛，他也给我一个很高的期待，他希望我夺冠。我说算了吧，阿姨。我对我今年的期待还是蛮恰当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也不太清楚。杰克逊教的。讲完了，谢谢各位。谢谢李卓言。3、2、1，请锁票。还是这么酷啊！可不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这舞台给大伙儿的一个变化吧。您第2季刚来了，第3季就是整个人，包括这个现场选手们的反应，都会让人觉得像到家了一样。就是你随便说，然后大伙儿这个氛围就是也不像比赛，就特别松弛的把所有该说的东西都说出来了。我说的很随便吗？刚刚？我不太善言辞，我问问杰克逊去，我开玩笑，逗你玩的。哎呀，幽默。我觉得越来越漂亮了。哦，谢谢。然后也越来越松弛了。我觉得你之前真的是很冷酷的状态，但是今天我觉得装的啦，是一种那种姐姐杀我的人设，是吗？犯法啦，那个律师在上面就。别聊这些。嗨，这个风格这个东西真没办法，跟每个人的性格都一样，他就带到自己的表演里边。同感是在哪儿？我爸爸妈妈都算是老的知识分子，所以呢，他们就错误的认为我们大概也应该是这个方向的。我估计我爸我妈从小就认为我早晚是清华北大的，知道吧？就是他这个期待老跟冠军放在一块儿也是一样的。那阿姨现在会失望吗？没有，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也就是一样，跟你一样。就自从我开始电影上来了以后，就是跟我一块儿出来后，有人找我拍照片了，然后我就在旁边看他那个表情啊，这也行，对，然后再慢慢才转过来。然后他刚描述一段特别活灵活现的童年记忆。我小时候会很羡慕这样有丰富的课外生活，就你不用过特别循规蹈矩的学生的生活，你可以去训练。所以每个小孩你永远不知道另外一个小孩在过着怎样的人生，会因为陌生产生羡慕。
就是我那种生活。那倒没有。卓妍我觉得是一个有特别独特鲜明的，包括舞台形象，包括整个外在造型特别统一而且很酷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我觉得非常棒。谢谢李卓妍。那下一位朋友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舞台上，风格有点独特，甚至很多我们熟悉他的朋友会觉得，哎，有那么点老艺术家的风范。掌声有请来自过载喜剧的王凯峰。谢谢大家。我的这个表演风格是台风非常的虚弱，这个是我天生的气质啊。大家看我演出不用担心我的健康，因为现在演出老有观众看着看着纳闷儿，这个演员是不是要休克了？挺健康的，生活中就是这么个人。有喜欢我这个风格的会评价我像马三立。就很多年前的相声泰斗，肯定没到人家那个艺术造诣。他们就是说我身上有一种看一场少一场的那种老艺术家的感觉，这个真挺冒犯的啊！对此我只想表示我倒。这02年的网络流行语啊，我倒，我至今都非常喜欢使用。这可好使了，这个。复古，我是一个这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我最近是特别想找工作。我首先没有影射这个行业衰败的意思啊，我只是这个脱口秀讲到现在，我是真的发现，这个脱口秀的奥秘就在于你创作要想好，生活就不能过太好。这个真的挺残酷的，我晕。这个是03年的那个。我导的升级版，这个更俏皮一些。所以你明白这意思是吧？工作很重要，得找一个工作让自己吃点苦才行。有一些找工作的设想，首先我的第一个设想就非常的艰苦，第一个设想是创业。创业我具体的赛道是餐饮。哎呦，太苦了！想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啊，这个大家一定跟上我的思路啊。我准备在线下开一家早餐的买手店，就是早晨买入各种美味的早点，下午晚上去卖。这个太厉害了，很多人生命的痛点就是有些美食起晚了吃不着了。你比如说油条豆腐脑，对吧？麦当劳猪柳蛋卖满分。这个最好吃了，我上一次吃是高考那天。本来还想卖其他的，还想卖那个鸡蛋灌饼。有没有吃过北方的那种烤炉鸡蛋灌饼？圆的特别好吃。这个现在卖不了了，现在这个做鸡蛋灌饼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现在白天不收摊儿。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因为首先他们成本更低，我们的货就是从他们那儿进的。其次，他们的货比我们的脆。我囧。这个是08年的年度词汇啊，这个08年是网络流行语的黄金年代。明白这意思是吧？早餐的买手店理念就是让大家在除了早晨以外的任何时段都能吃上早点。店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早饭就该睡前吃。英文名叫早 C 晚 A， 就是早餐晚安的意思。这个行吗？行，真行啊！我现在差一个投资，因为我不打算赔自己的钱。还有另一个设想，这个更加浪漫一些啊，打算当一个深夜里的那种脑洞作家。脑洞作家，我每天都熬夜啊。这个就是我身体虚弱的秘诀。熬夜熬多了，就发现熬夜有好处的。人在深夜会迸发出很多那种脑洞和哲思，你就感觉世俗就是有一个误区，它就是默认熬夜没有早起勤奋。早晨你看见公园里有一个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
哎，你会觉得这个出早功练声呢非常勤奋，但你要是大半夜看见有一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你就会感觉他是不是真看见了？我每天都非常勤奋地记录那种深夜的灵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不好？来一个凌晨1点我的哲思。有一天我发现这一定跟上啊！发现这个山和楼房，它们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山和楼，楼的原理就是一块地上能住更多的人，一层一层的，对吧？山也一样，山的形状是一个锥形。它相比平地增加了表面积，所以上面能长更多的树，所以山就是树的楼房。这个感觉有点像乞讨，都能跟上，对不对？能跟上，咱们再来一个凌晨3点的，这都循序渐进啊。3点这更烧脑一些。我进一步我又发现，我觉得人的生活不一定比树自由。我们的古人把山里的树制成了书籍，然后书籍指导人类盖起了楼房，搬进了楼房，也就被困在了2点一线的生活里。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一切都是树的阴谋？就是树想把人类困在2点一线的生活里，谁叫人类首先砍伐了树木？这个就是我凌晨3点琢磨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劝我早点睡，但是你琢磨出这些，你头脑风暴一旦开始，停不下来啊。最后再给大家来一个凌晨5点的。5点这个我最喜欢了啊，这非常短，像平静的湖水射箭，成绩永远是10环。说的就是那个涟漪，特别像一个靶子，箭落在哪里，哪里就是靶心。我觉得这个挺浪漫的啊，这个写完早点都出摊了。我就直接奖励了自己一顿早饭，顺便还想出了那句“早饭就该睡前吃”。这个就是我们脑洞作家的工作啊。其实作为脑洞作家，我们相信每个人在深夜都能迸发出这种脑洞和哲思，都可以。只不过有的人睡着了，灵感就变成了梦，醒来你就看不懂了。所以我们要熬夜创作。其实不是真的想找工作啊。这个创作本身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10环。谢谢大家。谢谢王海峰。3、2、1，请锁票。咱们是先从表演风格聊呢，还是先从内容聊呢？都先问问大林吧，这种又年轻又复古的。哦，对，是我这特好奇，您贵庚啊？您高寿？这个26岁。这算着，那您26岁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刚才现场观众都不了解的，什么02、03、08，喜欢考古，您是2岁开始上网。您的这个节奏其实是很酷，我觉得，啊，他这个一直在延宕，但是他就到那个点儿，好像还真就卡在那个 timing 上了。他很象形，反正是就是这个箭射到湖水里会产生那个涟漪呀，它会就是那800个标兵，到了北坡之后就是那个状态。你现在体会到我们刚刚的感受了吧？可迷糊了。你这下面的这些选手应该了解，他平时就这性格还是？那普拉斯说说吧，这也是你们过载的朋友。是因为他这样，我们才签的他。喜欢凯峰，超喜欢，特别无法改变，就是让他做他自己啊。他跟你那性格完全是，我们俩性格完全相反，他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风格，然后也有自己创作上面的坚持和逻辑。啊，所以说这就是创作的奇妙，因为世界上有了这么多不同方向出发创作的人，才能产生出这么多奇妙的作品跟呈现。我刚才又在这想，这应该用什么来比喻他？那特别难。我觉得他有点像一个看似已经垮了的一个松紧带儿。
你觉得他已经垮了，但是你一拉到那个界限了以后，他很紧，你知道吗？就最后那点弹性非常重要，而且他就是他就是这样存在人的。怎么说，凯峰？你对这个比喻的感受是？他也动脑子了，辛苦了。我觉得今年的脱口秀舞台的创作跟以前有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要不然就是特别注重叙事、描述场景、人物的刻画，但今年很多人是把自己脑海当中的想法呈现在舞台上，他轻叙事，但特别侧重于此刻我大脑当中想法。而刚才凯峰的那篇，我在想，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时间线。一开始我以为你讲那个特别早年的那些网络的梗，02、03到08，我以为那是一个你铺的一个时间线。我说，哎，这个很巧妙，以这样的网络梗来铺时间线。另外，你通过凌晨1点、3点、5点来铺你大脑中的时间线，它很有趣。我觉得你可以再完全的扩展，再匪夷所思，再天马行空，再极致。然后另外一点，你真的是有一点像马三立先生的。这个肯定是不敢当啊。哦，我是非常能共鸣，就是因为我也熬夜，就是你说的那种。我会把很多晚上就是早起我做不到的很多事儿，我全放到晚上做，然后你也会觉得自己有努力的。我挺共情你这个感受，包括我非常觉得你那个早餐店是很有用的，因为我总是吃不到早饭，我也很多年没有吃过早饭了。找到投资人了。而且你俩是校友，好像。传媒的？不只是传媒。咱们高中对哦，怪不得呢，一个系统下训练出来的。你这个系统都是早上10点开始上课是吧？就是，你对我们学校放尊重一下。以上言论不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啊。太棒了，太棒了，非常喜欢。凯峰啊，因为跟我认识很长时间了，我们大概认识6年了。然后6年前呢，他就是这个风格，他非常怪，他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演完出，他会就是在我走之前，他说付航，我说哎，然后走了之后，我已经下楼了，然后我就打上车了，他给我发一条微信说再见，就是你就琢磨吧，哎，你就琢磨吧，很可爱。现在在我心里边，就是昨天呢，咱们喜单就有4怪，林简七，完了之后咸鱼。还有多多卡卡，但我觉得要跟凯峰相比，多多就必须要退位了。那凯峰演完，咱们这一组的对决要出个结果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看看观众朋友今天给他们的结果是，我们请看大屏幕。哇，这么近呢？咬太紧了吧！我们先恭喜季鹏171票，李卓言170票，王凯峰167票，也谢谢2位的精彩表演。很遗憾，按照规则，请2位先前往带领区。我们恭喜90后的季鹏拿到这个直接晋级的名额，请前往你的晋级区。